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想来深入探讨一下诺基亚全盘梭哈中国的战略错误。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今天整个公司的业务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在中国裁员2000人，约占诺基亚在中国员工总数的1/5。根据诺基亚2023年公司报告，它在大中华区约有1.04万名员工。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据路透社10月17日消息，诺基亚在中国裁员2000人。相关知情人士表示，诺基亚2019年营业额的27%来自于中国，这次中国区裁员2000人也占在中国营业额的27%。这位知情人士表示，2000多人的裁员量也正好占27%，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裁员的平均数。当然，对于中国来讲，他们诺基亚也非常清楚，他们的竞争力在中国不断下降，并不是他们的技术不好，而是中国正在实施国家安全等一系列政策。业内人士也认为，地缘政治上的危局让诺基亚意识到，离开中国或者减少在中国的存在，对诺基亚在全球业务中的重新排序。不仅仅是诺基亚，现在可以看到，几乎是全世界的各大类似公司以及高科技公司都在撤离中国中，而且在加剧。你脑子接水了？你咋知道的？你脑子接水了？你咋知道的？中国曾是诺基亚的重要市场之一，2019年销售额的27%来自中国。然而，随着中国和西方在技术领域竞争的紧张局势加剧，诺基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迅速缩小，目前中国仅占其全球销售的不到6%。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扶持本土企业，如华为和中兴，减少了与诺基亚等外资企业的合作。与此同时，诺基亚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战略也逐步向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转变，而不是大规模招聘员工。实际上，早在2015年，诺基亚已经开始了将公司的业务重点逐步梭哈中国的战略。1984年1月1日，上海贝尔电话设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简称上海贝尔。上海贝尔是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之初，隶属邮电部的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占股60%，比利时贝尔公司占32%，比利时王国合作发展基金会占8%。这个股权架构在之后的18年里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是中方控股、中方决策，所以上海贝尔一直都被看作是国企。上海贝尔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引进比利时贝尔公司的 S12 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和生产线。1985年10月1日，上海贝尔的 S1240 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宣告投产，这也是国内第一条程控交换机生产线。1986年，我国第一个 S1240 程控交换局在安徽合肥正式开通。2015年4月15日，诺基亚宣布以156亿欧元，约合1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阿尔卡特朗讯。新公司将采用诺基亚品牌，就是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中外双方股权比例为：诺基亚持有50+1的股权，其余股权由华信邮电持有。自此，诺基亚贝尔成为了诺基亚在华的独家运营平台。混蛋，你姓赵吗？啊，你配姓赵？你敢姓赵？通信设备商内部人士认为，这些年诺基亚一直处于自身公司不断合并整合的过程中。诺基亚在中国的本土化力量被官方认为还是不够强。现在 5G 是新土壤，大家都需要重新开荒。2015年，诺基亚斥资166亿美元收购了通讯系统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 （Alcatel-Lucent）。在外界看来，诺基亚这一举动分散了其成为 5G 产品和技术市场领先者的注意力。2020年，诺基亚建成了杭州研发中心，不仅是诺基亚无线网络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诞生过 TD-LTE 等产品，同时也是 5G、云、物联网等技术的重要研发基地，承担着公司1/3强的 5G 研发任务，充分体现了诺基亚在中国扎根的决心。
杭州研发中心研发团队的规模高达4000人，拥有超过 1.3万平米的研发测试实验室，由40余个功能不同的小实验室组成，拥有诺基亚全球最大 5G 研发团队和 5G 实验室。如同当年诺基亚手机最终做的战略性错误决定一样，这次投资中国的战略决策也很快被验证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这次诺基亚不再有翻盘的机会。自己没能耐就说没能耐，还大环境，你到哪都大环境不好呢？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诺基亚已与顾问就其移动网络业务的潜在选择进行了谈判，包括评估出售部分或全部该部门将其剥离或与竞争对手合并等选择的可能性。诺基亚曾是全球领先的手机供应商，在市场份额输给苹果和三星后，最终将该移动通讯设备业务出售。此后，这家芬兰电信巨头专注于制造通信网络设备，包括为移动设备传输信号的设备。此次传将出售的是移动网络部门。诺基亚通过该部门为全球无线运营商提供基站、无线电技术和服务器。数据显示，移动网络业务是诺基亚的业绩主力，在2023年为诺基亚贡献了总收入的约 44%。 然而电信运营商需求下降。据了解，诺基亚 CEO Pekka Lundmark 自4年前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减少该公司对运营商网络建设的依赖。有分析认为，若移动网络业务能与竞争对手合并，可能会帮助诺基亚提升业务能力，并实现业绩增长，从而在新技术领域更好的竞争。报道指出，考虑到审议仍处于初步阶段，诺基亚是否会决定采取任何行动还不确定。整个部门的估值可能约为100亿美元。总而言之，诺基亚在中国的布局虽然曾充满希望，但如今面对内外的严峻挑战，战略错误逐渐显现。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复杂环境，中国国内政策的转变也让这家曾经的巨头陷入困境。这次裁员不仅标志着诺基亚的困境，更是提醒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任何公司都必须快速适应全球格局的变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看法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及时获取我们最新的视频更新。我是李幸福，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鼓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浆。